我是王磊，我是一位混音师，从99年入行到现在，差不多发表的作品有1000多首。我还是一位老师，我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99年留校到现在，已经教了22年，直接教过的应该差不多2000人。我每天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家、录音棚和学校这3个点之间，其实我已经习惯了，而且非常享受。因为2件事情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无论是混音还是教书，这些的时间的付出确实也带给了我很多。我的女儿现在是小学2年级。路上小心点啊！拜拜。再见，拜拜，拜拜。什么早自习？语文早自习。早晨目前是要7点要起，因为我要送孩子上学。拜拜。拜拜。然后送完他，赶到县音去上我的第1节课。从99年开始到现在，工作时间差不多每天都在20个小时左右。实际上，学校和在录音室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状态。这2方面的工作可以让我互相的平衡。王老师今天什么课？混音作品分析，每个周五都会上。同学们要混16首完全风格不同的歌，我要去对每个同学的作品进行点评。这歌是钢琴弦乐的，那就这2个都是非常主要的，先把最重要的先弄完，然后最后才会回到鼓，然后乐队全没问题之后再去动人声。那阵儿音乐的形态已经有了，包括他在混音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以及他风格上所出现的问题。你听啊，就第一听感现在就是中低频很多，是不是？那其实它这儿如果是单说通鼓，这儿不能太多的。那个通其实是让你把音乐传递到下一个层次，你除非通完之后下一个更猛，那个才是有意义的。同学们可以很快速的知道他的作品，首先是和行业内的作品有什么区别，然后哪些方面需要他再提升。查一下课，我没课的时候我都得转一圈，看看其他老师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课呀？这个是编曲。今天这算人多吗？这是坐不下嘛，就是硬遇出来了。我们并不希望这个老师只在县音有这么一份工作，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业内不断的有新作品出现，这样他可以把行业内最前沿的知识带到县音。我们叫做生评教的体系，就是每个学期的期末学生要给老师打分，有一些老师面临着生评教比较低的情况，我们也会考虑这个老师的去留。我特别喜欢这儿的烧鸭饭，一个鸭腿，一个鸡腿。97年我上学时候的北音实际上才100多人，到今天呢，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其实它是隶属于北京现代音乐教育集团，集团下设2个学校，我们还有一个中专，所以加在一起实际上是上万人的学校。今年学生数量，音乐科技学院又是全校第1，而且今年首次出现了进修生的数量超过了本科生，来自于其他大学的专科或者本科，甚至是研究生毕业。其实北音录音系毕业的同学基本上已经占据了中国90%的商业录音棚。全校一共有将近300个星光大道的学生，然后让他的师弟师妹们能有一些就是榜样吧。北音对于中国流行乐近20年的贡献也非常大，我们
听到的大量的流行音乐，其实很多都来自于北音的毕业生，包括像词曲创作、编曲，属于北音出品的作品。强调2个大赛啊，我们的那个全国校园原创作品大赛15号已经启动了啊。目前我看那个在群人数现在有200多，还是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学生啊。然后各位老师如果有一些其他院校的资源，也可以把消息分享出去啊。混音大赛到今年是第11届了，我们已经在2020年完成了初赛，初赛一共有430多首作品，第一届的比赛应该也有20几个作品。所以我们花了11年，可能翻了20多倍。下一周开始，全国校园混音大赛要启动，涉及到的录音类的老师要跟我们的同学说一下。好的，我在不完全的统计，所有进入过混音大赛决赛的人，这100多人里面依然都还在这个行业。对他们的意义最大的是能够让他们坚守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因为他们曾经被认可过。必须得感觉，这个老师是有资格教我的。你要如果找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就会觉得这个老师唱的可能还不如我，这就是可能这些年慢慢的给大家一种印象，北音其实就是他们在中国能够直接接触到流行音乐最前沿知识的地方。实际上来北音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学历来的，所以他的直接目的很有可能就是他需要通过在学校的这几年里面能够让自己在技能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可以在他毕业的那一天真正有能力进入这个行业。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通风消毒，1米线的防疫工作，请同学们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北京九树数字音乐节实际上是2010年九树音乐节的大师班来过的，包括像李宗盛老师、汪峰老师、Baby 钟兴民老师、Richard Furch、金少刚老师、林正明老师、李军老师，其实都来过，90%以上的都是我一个一个去弹的。所以我今天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情，来听听大家一起对这个行业，对我们华语流行歌曲，发自心中的关怀。实际上我最早去请李宗盛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想过我能请到他，我就尝试着写了一封邮件，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我以为没有戏了。突然间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在台湾打过来的电话，我是大哥这边的经纪人，我当时就非常的恍惚，按着所有的约定的时间地点，结果到那一天他真的来了，就是非常激动。99年毕业留校以后，其实我还是一直喜欢录音师这个职业，所以白天在学校上完课，晚上我就要去录音棚里去实习。磁带黄品源的这张也特别的有纪念性的，因为我当时在写 Produce 的教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听那张专辑，听的时候我就能一直在写。04年的时候，那我这篇文章就干脆用一个全新的名字，我重新注册了一个 ID 叫半瓶醋，然后开始发这个。就没想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你要是跟人说王磊是谁，谁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人说是半瓶醋，那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阵儿乐器杂志跟我谈了一个连载，就是把我的 Produce 课程重新整理以后发了13期，因为它是月刊。
准备我的线上课，1个半月会有1期，周3和周日上课，然后每天从晚上8点到12点。好，我们试一下声，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听得到。今天我们要讲一首爵士的歌。10年左右，5年合约到期的时候，房租直接从7万涨到了25万。在这1年里面启动了安乐王的培训班。其实这个培训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缓解我们房租的压力。但是这个培训班到今天都有一个我个人特别自我的要求，是这个培训班绝对不招北音的学生。我晚上来到录音棚的时候，心里就会特别的安静，我可以完全不想白天的事情，可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音乐上，一直差不多到凌晨2点吧。可能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去谈自己的理想。我那阵说的就是我要当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之后，就是我们的心理概念非常清楚，当老师就是要燃烧自己，这个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的责任就是去传播知识，因为后来又当院长，当这些，我是想让我可能有些社会的职责吧，我有好多比我还优秀的学生，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恰好也证明了我的价值。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录音师最重要的一点是记录，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特别重要的时间把这些最珍贵的声音记录下来。宵夜时间到了。我的偶像啊，郭富城是这样，在我特别不好的那个时期，我接触到了他的音乐，到我逐渐成长的每个关键时间点，我觉得他的整个到今天的路，他一直在努力，他比我大那么多，他都在努力，我也会一直努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精神上的动力。当歌手的梦想其实已经放弃很多年了，而且我有的时候自己在想，我有这么好的录音棚，我竟然到现在没有给自己出过一张专辑，其实我自己还是会有的时候会有遗憾。我不排除我未来的某一天会弥补这件事情。我到今天依然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就是我能不能有机会给郭富城混一首歌。